圣旨到，萧恒接旨。刚刚好，催命符到了。临盆前1个月，我得知官人要纳青楼女子进门。你确定要在清婉郡主临盆之日纳小妾？这合适吗？你喜欢青鸾，那你如实跟郡主说就好了嘛，为何要瞒着她？青鸾如今有了身孕，我不能窥探她，得给她一个名分。青婉性子烈，我当初娶她许她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如今我违背承诺，她肯定会闹的，还不如趁着她临闷之时，无暇分身反对，迎娶青鸾进门。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以她大家闺秀的作风，也只能体面的忍下。萧恒，郡主虽是金枝玉叶，却非不通情理之人。你这般隐瞒，待她生产之日骤然发难，岂不是逼她？世轩，你多虑了。青婉如今身子重，精神不济，哪有心力理会这些？况且我问过太医了，青婉怀的这胎9成是个女娃，而青鸾她怀的可是男胎。我萧恒总不能委屈了自己的长子吧？这名分必须给。对方毕竟是端和亲王嫡出的郡主，你这般行事，王爷和世子也若知晓。无妨，岳父与大舅哥远在南疆征战，没有3、5个月，肯定回不来。等他们回来，事情早已尘埃落定。青婉都认了，他们纵然心疼女儿，为了王府颜面和外孙女的将来，也不好再多说什么。原来如此，他是算准了我父兄远在边关，无人替我撑腰，才敢如此欺辱我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郡主性子刚烈，就是不肯低头呢？不会的，世轩，你弟青婉，他那么爱我，当初我不过无故业界白衣时，他都能为了我反抗亲王，以死相逼下嫁于我。如今我关正是千依百顺，疼爱有加，他怎会舍得离开我？他那人看着清冷，实则心软得很。你随便给他摘朵野花，他都能当宝贝似的收着，好哄得很。好一个好哄得很！原来我的一片真心，在他眼里竟是这般廉价可笑。走。刚回到卧凤不久，萧恒便来了。青婉，我来是跟你商量，给孩子取个小名。我想了几个，你看看喜欢哪个？官人终于想起要给孩子取名了，看来是笃定我腹中必是女胎了。胡说什么呢？只是太医说大概是女孩，我便先想了女孩的。是我考虑不周了。男孩的名字我也想了几个，你看看。我知道，萧家下一代的族谱牌字正是祥字，这个祥定倒是不错。这个寓意明白了，程系宗族蹦的名字，他是要给青鸾那个尚未出世的孩子。我心中面上却故作不解，轻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官人不喜欢这个名字？”怎么会？喜欢。若是男孩就叫祥定，若是女孩便叫瑞淑，取祥玉贤淑之意，你看可好？官人决定就好。那你好好歇着，我去书房处些公务。约莫1炷香后，郡主大人他去了西厢客房，他拿了块用金子打的名牌给那女人的丫鬟，说已经算少爷就叫祥定，让那女人宽心养胎，勿虑其他。金牌连孩子的名牌都用金子打好了，而我腹中他的骨肉，至今连像样的长命锁都未曾得他的亲自挑选。萧恒啊萧恒，你将我们母女究竟置于何地？一股冰冷的决绝取代了方才所有的悲愤与心痛。孩子别怕，娘亲不会让你受这等委屈。郡主，大人他去了春风楼，外面都传遍了，说萧大人要1掷千金为那花魁青鸾赎身，还说青鸾姑娘好福气，马上就要飞上枝头，嫁进富贵人家做官夫人了。官夫人？是啊，4品京官的妾室，在这京都也确实算得上有头有脸了。王爷，萧恒此生若能得娶青婉为妻，必当真挚爱之，绝不相负。此生此世，绝不纳妾。若有违此事，天人共度。那誓言犹在耳边，如今听来，却讽刺的让人心口发疼。更衣，去春风楼。郡主，那是污秽之地，你万金之躯怎能？污秽之地，我日日与从那污秽之地出来的人朝夕相待，还有什么都要看看。那位让萧恒神魂颠倒，甚至不惜违背言的，究竟是怎样的角色？那名叫青鸾的女子确实生得极美，小腹尚且平坦，看不出身孕。她正抱着琵琶浅吟浅唱，颇有才情风骨。1000两，我出1500两。世界死寂，我看到了萧恒，
他坐在最前排，一脸的志在必得。我出一件宝物，前朝古玉，先皇御赐的玉如意一柄。此言一出，满场哗然。这何等的荒唐与僭越！那柄玉如意是我母亲的遗物，是她临终前亲手放入我庄前，叮咐我见义如意见娘，佑我儿平安顺遂。它不仅仅是一件珍宝，更是我念向母亲的唯一寄托。萧恒他怎么敢？让他得意。现在他拿去的越多，将来才会摔得越疼，毁得越深。走，去皇宫。今晚，听说你去宫里了，可是有什么事儿？皇祖母凤体有些抱恙，我去实施了片刻。皇祖母身体不适，自有太医和宫人照料。你如今怀着孩子，最是娇贵，万一过了病期可怎么好？听话，近日就别再进宫了，一切以孩子为重。他从袖中取出一个小物质，是一个雕刻的略显粗糙的小木马，递到我面前。瞧，我今日有空，亲手给孩儿刻的，喜欢吗？等我们的孩儿出世，我再给他刻更多更好的。我看着那粗糙的木马，再想想那柄被拿去博花魁一笑的玉如意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官人有心了，不过给孩子的东西自然是要给最好的。我倒是想好了，我母亲留下的那柄玉如意就极好，寓意平安吉祥。等我临盆那日，便将它请出来放在产房里，有母亲在天灵和先皇御赐的祥瑞镇着，定能保佑我们母子平安。那玉如意是岳母遗物，太过贵重了，生产之地血光之气重，还是收着为叹。明日我就陪你去天元搜平安符，平安符。到了天元寺，我们先去正殿上了香，又煞有阵势的求了平安符。今晚你累了吧？我已让客僧准备了清净的厢房，你去歇息片刻，我去寻方丈聊聊佛法，稍后便来寻你。他语温柔，安排的妥帖周到。我确实有些乏了，但是我没有进厢房，而是走去另一端，倚着亭子里的石凳子休息了片刻。突然，隔壁厢房传来了轻微的响动，那声音太过熟悉。鸾儿，小心些，别动有了胎气。哼了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好想你。原来萧恒竟在这佛门清净地私会情人。你看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和我们方丈亲自开的光，最是灵验不过。谢谢恒了，可是郡主那边，他若是知道……放心，他自有皇家庇佑，能出什么事？我随便拿个一样的糊弄过去就行了。他那人好骗得很。原来他百般催促我来求的平安符，真正要给的，从来都不是我腹中的孩子。恒郎，我进门恩后只是一个妾室，郡主她身份尊贵，若是欺负我……胡说！你怎么会是妾室？你可是怀着我萧家的长子长孙，是功臣。那是平妻，我能与郡主平起平坐，确实是天大的福分了。鸾儿，你太天真了，是他给你做平妻才对。你生的儿子必须是嫡子，将来才能名正言顺的继承我的爵位。今晚那个性子孤傲又刚烈，一时半会儿肯定接受不了。无妨，等你的孩儿落地，事实摆在眼前，我再请宗亲族老们出面施压。为了他女儿的未来，他不敢不让出主母之位给你。到时候，你才是名正言顺的萧府主母。这番话如同惊雷在我心底响起，我浑身冰冷，连呼吸都带着赤色。原来那新人入门，将我堂堂郡主的尊严碾碎在地，太荒谬了。我冷哼一声，他萧恒该不是忘记了吧？他的爵位是怎么来的？若不是我下嫁于他，若不是我父兄在朝中的影响力，他一个毫无根基的寒门进士，何能年纪轻便官居4品？不能哭，为这种男人不值得。萧恒，这是你逼我的。翠翠，我们回府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我临盆的日子快到了。萧恒很忙，整日不见人影。听闻他还拿了我的地契，给青鸾在近郊置办了一个临时的宅子。管家偷偷摸摸买了不少红绸和灯笼，整个府邸弥漫着奇怪的气氛。郡主见红了，快传大夫和我娘！
青婉，你感觉如何？别怕，太医和稳婆都在，一定会没事的。你这身衣服，今日是我们孩儿降生的吉日，自然要穿得喜庆些，迎接他的到来。怎么回事？哪家办事如此不懂规矩？太吵了！青婉，你歇着，我出去让他们安静些。郡主，大人就在正门口迎接那个贱人进门，宾客来了好多，那排场分明是迎娶正妻的规格。按规矩，纳妾只能从侧门悄无声息4台进来，他这是把我的脸面踩在脚底上。郡主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我不知道挣扎了多久，仿佛在鬼门关走了一遭。生了，是一位千金。他一出生，他的父亲就在忙着迎娶别人，甚至吝于来看他一眼。大人，郡主生了，是位小姐。看什么看？没见恒儿正在办大事吗？不过是生个丫头片子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既然青婉已经生了，母女平安便好，我晚些再去看她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。世子爷，何时回京的？还有秀公公，这是有何要事？萧恒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趁我妹妹生产之际，性命攸关之时，你竟穿着喜袍在此迎娶新人，还摆出这般迎娶正妻的排场。世子爷误会了，并非寻常妾室。青兰她已有身孕，与我萧家有功，我誓欲聘为平妻。平妻，我妹妹是圣上亲封的清婉郡主，金枝玉叶。你让她与一个青楼出身的女子互称姐妹，平起平坐。萧恒，我看你不是脑子糊涂了，你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活腻味了。世子爷这话说的，清婉既已嫁入我萧家，自然要守我萧家的规矩。我儿那平妻开枝散叶，有何不可？在本世子面前谈你萧家的规矩，今日这规矩我就破了，待如何？世子爷，此乃我萧某家事，纵有不是，也容后在议。如今吉时未过，宾客皆在，待我礼成之后，再亲自向郡主和王府解释。您如此大动干戈，未免太不近人情。你的家事，萧恒，你莫不是忘了你身上这4品官服？你萧家今日的荣耀是因何而来的？秀公公，请旨吧。萧恒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唐恩而上郡衡，本应恪尽职守，谨守臣礼。然其品行不端，负恩忘义，竟于郡主密遇危难之际，公然纳祭，背礼僭越，实乃罪无可赦。朕闻之甚怒，着即褫夺萧恒所有官绅功名，贬为庶民。令清婉郡主温良贤德，受此大辱，朕心甚怜，特准其休夫令嫁，一切嫁妆资财悉数归还。钦此。不，这不可能！陛下怎能？萧恒，还不领旨谢恩？休夫！天下哪有这样的道从来？只有男人休妻，哪有女子休夫的？这不合规矩，这称之……萧老夫人，你是在质疑陛下决断？这话，你是要让你萧九族一起起来听吗？不敢！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！恒儿，快领旨，快谢恩啊！难道真要抗旨不成？不
不，这里面有误会，世子爷，你不能这样，这是我和秦婉之间的事，你不能仗势拆散我们。不是兄长，这修夫的主意是我的意思。你说什么？官人今日大喜，迎娶新日，我若不来，岂不是失了礼数？你要许他正妻之位，我不让位，你怎么如愿？我这个人向来不愿与人平起平坐，更遑论为人平妻，索性成全你，岂不干净？你早就知道了。想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大人这开过光的心意，我们郡主可享受不起。这家伙，您还是自己留着吧。青婉，你就不能体谅我一次吗？青婉她有了我的骨肉，那是萧家的血脉，我不能做那不负责任之人啊！负责？你对一个认识不过数月的女子负责？那萧恒，你对我呢？你对我们的女儿呢？你当初跪在我父王面前指天发誓说的那些话，那些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，都被狗吃了吗？若他日萧恒有负亲婉，甘愿放弃一切功名陵禄，贬为庶民，任凭清婉君主休妻。你竟然一直留着这个，你早就想着有今日，拿这个来要挟我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说过的话、做下的事负责。青婉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，你别休我。你还是正妻，青鸾她只做平妻，不做妾，我就把她跟玩意儿养着，绝不让她碍你的眼，好不好？求你了，看在多年情分上，看在我们刚出生的女儿面上，你会原谅我的，对不对？萧恒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我当初为何力排众议下嫁于你？我看中的从来不是你日后能飞黄腾达，而是你那颗声称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赤诚真心。若早知道你是这般虚伪薄幸之人，你以为你凭什么能打动我？恒儿，你起来，跪他做什么？他要走就让他走。你如今是堂堂4品大员，太常少卿，还怕娶不到更好的媳妇儿吗？离了他端河王府，我们萧家照样兴亡。母亲，你少说2句。看来刚才的圣旨你们真是没听清啊。萧恒，你一个品行不端、宠妾灭妻之人，有何颜面掌管礼乐祭祀？有何资格立于朝堂之上？等着吧，罢黜的文书很快就该到了。你们竟然要做得如此之绝！你对不起我妹妹的事，就没想过后果吗？你真以为你萧家如今的荣耀是靠你寒窗苦读就能读出来的？萧恒是金子，但是京都遍地金碧辉煌。若非我下嫁，若非端河王府扶持，谁认得他萧恒是谁？萧大人，这是郡主当年带来的嫁妆清单，现已清点完毕。库房中缺失御赐玉如意1柄，前朝白玉瓷瓶1对，西郊别院地契1张，纹银5000两，共计18项，请您尽快归还。什么？那些东西既已入了我萧家的门，自然就是我萧家的，哪有拿去的道理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郡主府的东西是那么好吞的吗？哥哥，我们走吧，这里让我恶心。我青鸾虽是风尘女子，可也是春风楼的头牌。想要赎我的人，能从城南排到城北，
若不是你萧恒日日来对我诉衷肠，我会眼巴巴的等着你。你现在一句不娶了，就想把我打发了！你闭嘴！我为你赎身，已是天大的恩情。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，青楼女子，怎能登大雅之堂，做我萧家的主母？先前是我考虑不周，昏了头了。你若识相，我认你做义妹，保你后半生无忧，亦是仁至义尽。义妹，我肚子里怀着你的种，你让我叫你哥哥，萧恒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你说郡主端庄无趣，像块木头；说她在床榻之上如同一条死鱼，令人索然无味。如今你被钳住了，就想一脚踢开我！你这个虚伪卑鄙的下作之人，我呸！你胡说八道！我几时说过这些话？贱人，你敢污蔑我！青婉，你千万别信这贱人的疯话，她是因为我不要她了，故意编造这些来离间我们。萧恒，你若能把这泼出去的水一滴不杀的收回到这杯子里，我今日便当一切从未发生过。妹妹，走吧。萧树民，咱家还要回宫复命，这休书你是签还是不签？我签！滚！你们这些趋炎附势的小人，见我萧家落乱就跑得比谁都快！你们看着吧，我儿子肯定会东山再起的，到时候……够了！别骂了！都是你整天在我耳边念叨要孙子，要延续香火。要不是你怂恿，我怎么会鬼迷心窍选了今天娶青鸾？现在好了，官没了，家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你满意了？我都是为了谁啊？我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你萧家的领祖列宗。你自己不也想要儿子吗？现在倒全怪起我来了。我们走。走？你想往哪儿走？你肚子里还怀着我萧家的孙子呢。孙子？老夫人，你看清楚了，你们萧家现在还有什么？一座空宅，一个庶民儿子，还是一屁股还不清的债。短短数日，萧父从天堂掉落到了地狱，萧恒和萧母都不习惯了。我院内不见客，萧恒却跑到端河亲王府大门前，苦苦哀求门房通报，实在觉得聒噪，宋辉替我出面了。我妹妹不想见你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世子爷，求求你让我见见青鸾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晚了，与其在这里摇尾乞怜，不如想想怎么凑齐那128台嫁妆。记住，你只剩不到半月时间，若是到期未能归还，后果你很清楚。这句话如同冷水浇头，让萧恒瞬间清醒。呸！你个穷酸破娄户，那玉如意可是你自己当做心甘情愿拿出来给我们青鸾姑娘做聘礼的，如今又想讨回去，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滚！再不滚，老娘叫人打他的腿！萧恒忽然想起了青鸾，他那里定然还有他之前赠你的金银首饰。鸾，你帮帮我，我现在需要银子，很多银子。你看在往日情分上，往日情分，萧恒，你负我、辱我、打我之时，可讲过半分情分？
你如今一无所有，倒想起我来了，我凭什么帮你？滚开！夫人，时辰不早了，刘员外还在府中等您商议明日过礼的事项呢。刘员外，那个50多岁的刘半城，儿你，是又怎样？我家姑娘如今是刘员外明媒正娶的正头夫人，刘家富贵不说，员外更是真心待我们姑娘好，总比某些狼心狗肺的强。他终于明白，他失去了一切，真正的众叛亲离。可那些嫁妆价值连城，尤其是那柄玉如意，他卖尽家产也凑不齐零头。父王凯旋归来，得知一切后，自然是雷霆震怒。若非宋辉和我拦着，只怕要提剑去将萧恒剁了。日子渐渐平静下来，父王看着我为女儿操心，却绝口不提自身婚事，不免忧心。清婉啊，清婉啊，你总不能一辈子守着瑞树过日子。圣上许你改嫁的。爹，不必了。高门大户哪个不是3妻4妾？像爹爹这般一生只守着娘亲一人的，世间能有几个？傻丫头，爹是怕你孤单，你总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你得看看身边的人。我有些奇怪，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灵亭那边，宋辉正与他的好友攀谈。我顿时明白了什么，心跳莫名漏了一拍。杨白，那个小时候被做夸赞奸虎父无犬子，却会偷偷翻王府高墙，只为给我送一串糖葫芦的少年郎，原来他已经长得这般挺拔俊朗，多了几分沙场处淬炼出的坚毅沉稳。过后几日，杨白竟真的寻了个机会在花园偶遇我。郡主，我知道现在说这个不合适，但我不着急，我可以等，慢慢等，等到你愿意看向别人的那一天。若是一直等不到，也无妨。瑞叔很可爱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会视如己出。你娘的玉如意，我也已经赎回来了，给你。他的话很简单，却莫名让人心安。看着他诚挚的眼神，许多被遗忘的往事浮上心头。小时候，他总是像变着戏法一样，偷偷塞给我各种有趣的画本子。只要得空，他和哥哥就会带我出门，一起去看京郊的赛马，看西市的杂耍，吃大街小巷里的民间小食。后来他随父戍边，我也已经嫁给萧恒，两人竟也再也没有碰面了，恍如隔世。杨将军，你这心思是何时起的？说出来，可能有些唐突。大概是从你豆蔻年华之时，你在杏花树下荡秋千，就再没放下过。原来，在我还不知道情为何物时，早已有人将我放在了心上，而我却兜兜转转，撞得头破血流，才看清身边一直存在的风景。一晃过了3季，我和杨白终于要成亲了。消息不知如何，还是传到了萧恒耳中，他竟不死心，还想来王府纠缠，但是他连王府的大门都无法靠近。与此同时，萧母四处托人给萧恒说亲，可萧恒贬为庶民，声名狼藉，稍有头脸的人家都避之不及。寻常贫苦人家愿意嫁女的，萧母又嫌对方门户低微，配不上他做过大官的儿子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婚事彻底没了指望。最终，母子2人实在无法在京城立足，只得变卖了最后一点家当，灰溜溜地回了老家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重拾起当年为了讨好我而学过的木雕手艺，做些粗糙的玩意儿，由萧母拿到市集上去叫卖。生活基某极为困顿潦倒。又是一个寒冬，破旧的茅屋四面漏风，萧恒蜷缩在冰冷的炕上，望着京都方向，目光空洞而绝望。青婉，我错了，真的知错了。青婉，这是我送你的木雕，你可喜欢？青婉，你来了，好，我跟你走。他走出茅屋，走进雪地里，在春风还没来临之前，他冻死在了泥地里。我收到消息的时候，我已经怀上了杨白的孩子。将军府里春暖花开，笑意连连，我觉得如此甚好。